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左马盘和。本局棋意在介绍运子技巧以及各种飞刀变化。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红方上马，黑方进卒，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走到这里，红方进车过来，前来压制。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就不做过多介绍，直接走到棋局的分界点。此时红方进兵，黑方上马，形成左马盘和基本阵型。红方马八进七，以甲马当头炮最好的一个阵型来应对。此时黑方车一进一，快速起横车，红方进兵，黑方冲卒，意在回马踩车。红方平车跟住马，黑方进卒吃掉兵，寻求交换。红方不理，继续进兵，意在打通中路。那么走到这里，黑方先吃为快。好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区别，有一个棋友在评论区留言，现在红方为什么不能够平兵吃马？这一步棋看起来也很不错啊，同时还将着军呢。实际上这样走的话，黑方还价当头炮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小兵呢，从这里走了3步4步，反而目前来说挡住自己车的退路。同时现在这个小中路卒你又没有办法，显得红方在这里劳而无功。看起来这个小兵呢有优势，实际上帮助黑方亮出车，将来先锋小卒的话进卒，同时还有平卒威胁红方这个炮。所以说这步棋稍微不太妥当。好，我们返回来，按照棋局的走法，红方采取进兵吃卒，先手将军。黑方仅此一步，士4进5，此时退车吃马。黑方平车占据内道线，同时守住将门。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棋局的走法非常的多，兵5平4，兵5平6，以及兵7进1这几个走法飞刀不变，层出不穷。同时我们也为大家介绍的很详细。本局棋我们继续看它马7进5第3个变化，可以说这个变化接下来更加的精彩，也是我们常见的走法。既上马的话有一定的攻势，同时炮瞄着卒。将来还有马5进6的话，威胁黑马平炮打车。那黑方这里仅此一步，选择继续冲卒，保留先锋小卒的优势。红方上马，这里就给黑方制造一个难题，踩着马还有平炮准备打着车。黑方仅此一步，硬着头皮而上，直接踩掉中兵。现在红方就抓住黑方的弱点，黑方这个中路马是没有办法动的。那他如果说进车吃马的话，黑方进车吃他的马，这里寻求交换的话，红方得不偿失。他比较好的话，也是比较稳妥的走法，选择车4平5。这里前车后炮的话，采取巧妙夺子。那么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大家也可以站在黑方的立场，为黑方出主意。接下来黑方采取一个炮8平7，瞄准红方的底象。现在就设置一个诱饵替中路马，然后采取巧妙的进攻。红方比较好的正招就是象3进1。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讲这个正谱之前呢，也为大家答疑解惑，能不能进车吃马，或者说进炮打马呢？今天我们先讲这2个走法。如果说进车吃马的话，接下来红方会遭到黑方一系列的进攻。那黑方如果说走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进车吃马寻求交换。你现在也不敢抽这里炮依然打着底象，将来这个小卒还能够逼近9攻，对黑方来说有一定优势。你现在随时抽机，我随时还价当头炮，来一个反将军反抽，那红方断然得不偿失。比如说你现在称师的话，那我这里可以还价当头炮，现在你想抽也来不及。当然在这里黑方还可以选择先不吃红方这个马，采取更加狠的走法，直接先进炮打掉底象，先手来一个将军，红方仅此称是。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
你这里正好捕获了中路，看起来好像可以抽2个车啊。但是黑方有比较厉害的，把炮走开。现在要不要抽呢？无论你抽哪一个车，我都是还价当头炮。但是不抽的话，现在红方这个马即将被吃掉，同时黑方还有进车底线，然后退车回来抽你的，那红方只好选择先下手为强，先来抽车。那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非常的明朗，黑方也是仅此一步，还价当头炮。那此时要不要进车吃呢？首先看，如果说直接进车把这个车给吃掉的话，基本上红方属于是自杀的模式。黑方进卒一将军的话，那这里就很明朗了。黑方形成一个天地炮，那红方仅此一步退车回来。这里又非常的简单，有2个走法，既可以平卒直接吃掉车，形成天地炮杀棋，同时这里还有一个走法，选择平卒过来将军绝杀。这里也是送佛归殿的一个手法。所以说在这里他抽的话，断然是得不偿失。当然我们返回到这里，红方平车过来抽车，黑方平炮还价当头炮。那这里我暂时先不吃你的车，直接上马踩掉中炮，以解决后顾之忧，岂不是很不错？当然黑方这时候感觉是要进车吃掉啊，但是黑方在这里走这个棋之前呢，他会先这样走一步棋，进卒先手将军，先不着急吃你的，这里也是让你先退掉一个士。那么好了，此时再次进车吃掉，吃完之后，那么这里就非常的明朗了，红方跳马卧槽将军呢，先弃后取，黑方平将而出，此时回马吃车，得回失子。这个局面之下，看起来好像红方是车双炮一马，黑方是车炮一个单卒，好像红方是必胜的局面。然而黑方在这里是有巧妙的运子技巧和攻杀的。此时黑方进车砍底士一将军，红方只能率武进一，接下来再退车一将，再次率武退一。那么好了，平车过来，这里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现在眼睁睁的看着黑方平卒砍士杀棋。当然或许大家会认为我这里平炮过来还有一步挡枪啊，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平卒一将的话，你现在退炮都来不及。所以说在这里红方采取进车吃马的话，这个变化很容易遭到黑方迅速的攻杀。看来红方进车吃马得不偿失。我们继续看他第2个变化，选择进炮打马。这里先手来一将军，感觉也很不错啊。此时黑方还价当头炮，接下来红方选择飞象稳固阵型，既有当头炮的牵制，又防止了你进炮打底象的偷袭。然而接下来黑方这里继续平卒逼近9攻，接下来就有厉害的杀招了。稍微不注意的话，此时黑方进炮下底来一个将军的话，当你称势的时候，进车底线很容易形成车卒炮杀棋。那么现在要么拔掉中炮，要么平车在这里拦住这个炮。首先我们可以看，如果说上马踩掉中炮，这步棋感觉稍微稳妥一点呢。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就容易出现黑方的惊天妙手杀招。我们也把这个杀招为大家走出来。黑方弃卒一将军，红方你要不要吃呢？如果不吃的话，率武进一的话，接下来进车就是杀棋。当你平帅吃掉的时候，此时进车砍底士将军，率四进一，再次进车一将军，率四再进一，平车杀棋。可以说这个小卒起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功劳。看来红方上马吃掉中炮的话，导致黑方快速杀棋。那他比较稳妥的就是平炮拦住炮，同时马又拦着车，
看起来也很不错。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黑方再次就走出惊天妙手，进车砍马，交给红方两个抉择，是进车吃炮呢，还是平车吃车呢？首先我们看，如果说进车吃炮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进卒砍士将军，同样又会形成了双车错的杀棋，这和前面相差无异。那么我们继续看他第二个走法，采取平车吃车，这步棋看起来也很不错但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黑方进车底线，借助小卒的优势，平车砍士就是个杀棋。现在老帅也动不了只能选择乘势。那么好了，进炮底线闷杀，所以说这里防都防不住，贪吃很容易导致速败。那么我们返回来，既然红方既不能吃炮，又不能吃车，那他这里还有比较顽强的走法，退车回来进行一个防守。这步棋看起来很顽强，实际上接下来黑方出将，这就很明显了，进车砍底是杀棋，红方选择乘势，此时再次进车，接下来进炮打中象的话，就能够形成杀棋。无论你乘势还是退势，这里都是平顶冠。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很显然红方也只能缴械投降了。目前来说，他比较勉强的就是平炮先塞住，实际上也是来不及的。黑方依然是进炮打掉象。当然，或许大家会认为象飞开呢，飞开的话进车底线同样有杀。那这样一走的话，只能退势，接下来平卒绝杀。可以说黑方的后手飞刀层出不穷，杀招也是非常的诡异。所以说我们在很多时候下象棋切勿急于贪吃。一旦对方把这个子让给你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下，对方是不是有后续的巧妙手段呢？好了，今天的棋局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12局。这一局体现了一个小卒过河，逼入9攻，最后形成一个非常有力度的绝杀局面。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黑方也出车，红方进车过河，黑方上马形成双阵马。同时双阵马是应对当头炮最好的一个阵型。那在这里红方选择兵七进一，防止黑方进卒形成两头蛇。黑方马七进6就形成左马盘河，应对当头炮过河车，比较好的一个阵型。红方此时马八进7，黑方车1进1，快速起横车。走到这里，红方发起中路进攻，黑方进卒。目的回马踩着车，红方平车跟住马，进卒吃掉兵。红方再次进兵，意在打通中路，黑方进卒吃掉马。这里前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现在的棋友可以把前面的棋局内容结合一起观看一下。接下来红方进兵吃掉卒，这里先手将军，黑方仅此一步，士4进5。此时退车吃马，黑方车1平4。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的走法有很多，兵5平4，兵5平6，兵7进1，以及马7进5，炮8平9，快速准备出车，也有车9进1直接出车的多种走法。本局我们继续介绍红方兵7进1的走法。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如果说黑方进卒直接吃掉兵的话，立刻招来红方平车杀兵，然后准备吃马吃象这样一个先手。那他在这里比较好的措施就是不理会你这个兵，直接上马踩掉中兵。接下来红方有2个走法，平车压马以及进车抓马。我们继续延续前面视频的内容，进车抓马。那么走到这里现在黑方这个马想保也是保不住了，看起来有一个炮2进1，感觉还不错。但是这里一旦冲兵之后呢，势必这个阵型就不太合适，所以黑方在这里采取一个弃马，采取底线进攻。那么现在红方前面一局我们讲过了，如果说直接平车吃马的话，立刻招来黑方进炮打底象，采取一个快手进攻的策略。
本局我们继续讲解它第二个变化，选择象3进1。但是在讲这个变化之前呢，可能大家会有疑问，红方能不能平车呢？这里既牵制你的炮，同时接下来有吃卒吧，感觉很不错。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这里还有吃马，黑方平将而出，它是哪一个都不好吃。比如说平车吃马的话，进炮打底象，又会还原到昨天的局面，同时更加的凶狠。那现在不能吃炮，最好的就是退车回来吃掉这个卒。此时你一吃卒的话，黑方进车，炮打底象，这里先手就要将军。那么此时现在你如果说把象飞开的话，那走到这里之后，实际上黑方是有快刀手的，上马踩掉兵，现在就在这里又弃炮，要不要吃呢？如果不吃的话，接下来我这里是可以还价当头炮的。那比如说进车吃掉炮的话，感觉很不错啊。实则在这里一吃的话，黑方就能够顺手而来，反价当头炮。这里一将军，那你如果说称势的话，接下来立刻招来杀身之祸，感觉比较勉强的话，我平炮过来好像形成一个反将啊。但是黑方一进将的话，接下来这个空头炮啊，你务必要平车砍，因为上马一将军的话，再将来挂角，这个阵型呢抵挡不住。所以说在这里啊，先前他并没有选择平炮，而是选择称势。实际上称势也是来不及了，黑方直接上马的话，就锁定了胜局。马踩着炮，吃炮是小事啊，这里即将跳马卧槽将军绝杀，跳马挂角同样是绝杀，抽车抽炮这都是不会吃的，反而有杀先看杀，红方立刻会落败。我们返回到先前的棋局，当黑方平炮准备打底象的时候，红方比较好的策略就是象3进1。那么这里走完之后，黑方又该如何进攻呢？这里当然在这里又是要选择一个弃马了。然而在弃马的同时，黑方再多送一个卒，看你是吃马呢，还是退车吃卒呢？反正我这个卒威胁你红方这个炮。如果说退车吃掉卒的话，那这里一出将，将来上马的话，可以说这个马速度相对而言比较快，同时黑方还有随时还价当头炮。那当然红方比较好的就是不选择把这个车撤回去，而是炮5进1，同时这个炮还瞄着黑方的这个卒，感觉很不错。然而黑方在这里再次采取小卒逼近9攻。当然红方这里如果说平车吃掉卒，感觉也还行呢。那这样走的话，我们以还价当头炮，马一跳开，又会形成先前的这个象位马优势。在前面很多局梅花谱以及局中秘我们讲过很多次，一旦对方这个马跳到象位马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可以说非常的有优势力度。那么在这里红方采取一个大胆吃马，这里就和前面几局稍微有所不同，因为这时候你没有进炮打底象，同时他这个象飞边把底线也守住了。但是这里一走的话，黑方是有厉害招法，果断进车。这步棋一走完之后呢，红方在这里还得要注意了。那么感觉你这里可以平车过来抽实际上你什么时候抽车，我们什么时候反价当头炮，反而将军先手把你的车给吃的。所以说在这里红方断然不敢抽车，同时黑方接下来是有杀棋的。比如说他随便走一个进兵吃掉小卒的话，这里进兵吃掉是一将军，这个八路车立刻能够大军杀到，形成双车错杀法。所以说为稳妥起见，红方在这里采取一个士6进5，先补后中路，同时也是立刻就能够形成抽子。那么在这里黑方也得要注意一下，先将5平4，摆脱中路这个牵制。那么接下来黑方主要有2个进攻思路，进车底线形成双军一卒的话，会组合成一个3军闹士的局面。
同时这里还有车8进8卡住象腰，进炮下底形成闷杀。那红方也没有办法，仅此一步选择平车拦住炮。这一步棋的目的既拦住炮又要吃炮，同时将来退象以及退车回来进行防守。然而是已经来不及了，黑方进车底线，下一步棋就有杀招。这里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平卒砍掉士的话，底线是不能动，你只能回马吃。这时候这个老帅啊，底线你就守不住了，进车底线杀棋。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直接平车砍士杀棋。那么我们把这个走法也为大家演变一下，比如说进兵吃掉卒的话，那平车砍士将军，你这里只能选择回马吃掉，接下来平车砍就是个杀棋。当然进卒吃的话也同样是杀棋，老帅出不来呀。所以说在这里红方只能选择防守。好，我们返回到这里，那红方在这里又该如何进行防守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主要是这个底线车太厉害了，那他没有办法，选择了一个退车。因为如果说你退象的话，黑方进炮打掉之后闷杀，你不得不退车砍炮。黑方接受对车，红方退象吃掉车。吃完之后，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进攻呢？这里又是体现我们水平的时候了，大家也可以跟着一起进行棋局思考一下。现在是反架当头炮呢，还是在这里进攻呢？还是采取一定的防守呢？那么棋局的走法，炮7平8，目的依然要进炮底线，形成一个牵制，将来平卒砍掉士的话，同样有杀棋。那么现在红方就只能选择防守了，感觉他好像有一个炮5平2拦截，实际上这个走法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方还有一个炮2平5的话，这里一将军就结束了战斗。你现在是上马挡住还是称士呢？还是平炮呢？如果说平炮的话，那这里进炮底线形成天地炮，将来进卒杀，平卒砍中士，同样是杀。那还有比较简单，如果说上马的话，那更简单，进车底线杀棋。当然你称士也不行，平卒就是平顶贯杀棋。所以红方在这里平炮拦截的话，显然不成立。那么在这里棋局的走法走的也是非常的精妙，红方采取了一个兵7平6，这步棋就走的比较好，隔断了车和老将的联系，同时它也是引诱黑方退车吃掉兵。一旦车离开象腰的时候，此时象7进5，既补后中路，形成顽固阵型，同时也是亮出底车。然而黑方不理会进炮，为杀棋做准备。此时红方飞边象，同样准备守住底线。那么接下来这里又该怎么走呢？黑方接下来这步棋稍微走的有点不可思议，不太容易想得到。按照我们常规思维的话，可能平炮到中路，然后再平车吃底，平卒或者说进卒吃底士。然而棋局的走法选择炮2平4，这一步棋就给前方生根，借助红方这个小兵，这个炮对他的6路线实行一个牵制。现在红方也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小兵再次走开，拆掉你的炮架。然而接下来这步棋黑方将计就计，弃炮绝杀，目的卡住红方这个马腿。接下来平卒吃中士就是个杀棋。那么现在你称士的话，我进卒吃底士杀棋。如果说你这里用炮打的话，那同样平卒吃中士，同样是杀棋。可以说放纵了这个小卒，使得小卒逼近9宫，最后结合后方的力量，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绝杀作用。好了，棋友们，今天的这局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有精彩的妙招你想到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非常感谢。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11局，
这局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弃马飞刀快速进攻的精彩局面。此时黑方上马，红方也上马，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红方进车过来压制黑方马2进3，形成双阵马。红方进兵，此时黑方马7进6就走成左马盘河的基本阵型。那红方比较好的应对就是马8进7，接下来黑方车1进1，这几步棋走得非常的稳重。红方兵5进1打通中路，接下来黑方也采取进卒，红方平车抓马，黑方进卒吃掉兵，威胁红方马。此时红方再次进卒进兵，黑方吃掉，红方进兵吃卒，这里一将军。那么前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局面之下，黑方选择称势，此时红方退车吃马，黑方车1平4。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接下来红方的手段非常多，兵5平4以及兵5平6这2个变化我们都已经介绍完毕。本局棋我们为大家介绍新的变化，兵7进1，目的既挺兵过来进兵吃卒，同时也将来要快速活通马路。那现在这里黑方能不能进卒吃掉兵呢？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小的推演，如果说贸然吃掉的话，那红方平车吃掉卒，首先说明这里车吃着马，那现在这个马的话要不要离开呢？比如说你上马吃掉兵的话，此时红方进车吃掉象，先手来一个将军，这里是很明显的一个铁门栓阵型，你只能选择退车。那红方并不是为了跟你对调车，而是选择退车回来捉马。那这样一走的话，显然红方在这里非常的得力。黑方不仅要丢马，同时红方这个炮非常的有优势，可以说对黑方来说不利。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返回来，当红方平车杀完兵之后呢，那这里黑方能不能飞象呢？这里看起来既炮守着马，同时象飞着车那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棋友们也不妨跟着一起思考一下。换作是你的话，站在红方，他会如何进攻呢？显然象吃着车那这里红方有一个巧妙的手法，长短兵器兼合使用。他先进炮打掉象，而不是冲兵打掉。因为冲兵的话，你平炮一打的话，来一个反将，反而让他慌乱手脚。此时他进炮打掉中象的话，图穷匕现。黑方也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平炮打掉。此时进兵吃掉炮，那显然红方这个局面之下，兵吃着中士，现在炮还打着你前方的卒，车又压着这个马。对黑方来说红方是占尽了3方的优势。那在这个局面之下，黑方是断然比较血亏的。显然红方这一步棋进兵的话是有强硬的手段，黑方断然是不能进卒吃兵。那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上马吃掉兵，吃完之后这里就给红方留下一个把柄，中路有炮形成牵制，红方既有进车吃马，又有平车吃马。本局我们先看进车吃马的变化。那现在这个马逃不了怎么办呢？这里黑方新生一计，炮8平7，采取一个中路弃马，就看红方敢不敢吃呢？那红方这里又有2个走法，平车吃马形成一个贪吃，还有平车4平3形成一个牵制。本局首先我们看他贪吃的变化，那接下来黑方是必然要瞄准底象，进炮打掉底象，先手来一个将军。红方仅此一步，士4进5，如果说帅5进1的话，进车这就绝杀了。那么走到这里看起来好像黑方非常的危险现在平车抽的话，2个车可以随便抽，黑方该如何化解这个招法呢？棋友们不妨在这里暂停一下手机屏幕，进行思考一下，换作是你的话，如何化解危机呢？这里可以说红方的阵型非常的凶狠，那么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更狠的，
平炮打掉士。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想到呢？如果说想到了，可以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面。那现在这里打完士之后，显然这里先手还瞄着红方这个车。现在红方他是抽哪一个车啊？抽8路车还是抽4路车呢？还是退士吃炮还是回马吃炮呢？这4个变化我们分别都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他如果说抽车的话，那这里正好黑方炮2平5来一个反牵制。你现在要不要吃呢？你不吃车闪开的话，我进车底线铁门栓，那也只能吃吧。吃完之后，这里顺手平炮打掉车，来一个先手将军，只能选择飞象。退马或者说退炮的话，那都是炮打完象之后依然是有这样的局面。你飞完象，将5平4，接下来进车底线有杀棋，那现在你只能选择逃命，进车一将，帅4进1，再进卒一将，帅4进5，再进1，此时退车回来，接下来平车照头就是绝杀，红方也只能把这个炮走开，而且拦住。他比较好的就是这样走，黑方平车抓马。那么好了，现在红方这个阵型呢，先前贪吃在这里得不偿失，反而老家阵营目前形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现在走马的话，炮势必要丢掉，同时帅位不安，很容易遭到黑方快速攻杀，可以说贪吃误了大事。由此说明红方车5平2抽我们8路车的话得不偿失，那他车5平6抽4路车怎么样呢？黑方同样是还价当头炮，那么走到这里偷鸡不成反倒18米，你退车吃炮或者说进车吃车都来不及了。一旦黑方扣住当头炮，进车最为关键的底线就是铁门栓杀棋，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所以说红方在这里他是哪个车都不敢抽，现在只能选择回防。黑方这个炮还瞄着他的底车，他到底是退士吃呢，还是回马吃呢？这2个变化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如果说退士吃炮的话，这里进车一将军再以退车点将的话，进车封锁下2线，双车错结合前方的先锋小卒，能够快速拿下。所以说在这里黑方来势汹汹，红方最为顽强的就是回马吃掉炮，还能形成一定的防守。然而也为时已晚，黑方同样有手段进车下底线，来一个将军，红方只能退士。那么走到这里又是本局的关键点了，这里主要提供到一个思路，棋友们在这里不妨进行点思考一下，换作是你的话，接下来是进行防守呢，还是可以大胆进攻呢？换作我们常规思维的话，肯定会想到接下来红方这里有抽2个车实际上在这里稍微仔细思考一下，如果说你这里防守的话，唯独的想法要么将5平4，要么炮2平5。当然如果说能够想到炮2平5的话，大家就不难发现红方这个车现在走不开，同时他将来车要抽我们的时候，我们反加当头炮，反而来一个先手将军，他这个车白白会丢掉。所以说想到这里的话，大家就不难发现此时可以大胆进攻，进车卡住。那么接下来很明显车4平6双车夺底士就是个杀棋。那么走到这里红方也没有办法，先平掉炮打掉这个小卒，将来这个炮势必能形成一定防守。此时黑方选择双车夺底士杀棋，红方苦于无奈，先手将军，这里想抽车的话完全是多想了。黑方平炮反来一手将军，这里反而要丢车，他仅此一步平炮挡住。那么走到这里其实棋局的走法稍微浪费了一步棋，我们先把棋局的走法走给大家看。实际上在这里黑方能够快速杀棋的，首先棋局的走法选择退车，接下来平车，中路就是杀棋。
红方迅速把马跳出来，为老帅腾挪一个位置。此时平车将军帅5平6，再平车将军帅6平5，平车过来，杀棋形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平顶贯杀棋。好，我们返回到这里。那么先前黑方是退车形成平顶贯杀棋，稍微延缓了一个脚步。实际上这里经过现在的分析还有直接进车砍士，也是能够快速杀棋。虽说这2个炮，但是也无济于事。帅5进1，此时底线将军。那么他现在如果说帅5平4的话，这里一退车就是个杀棋，这个炮反而挡不住，只能帅5平6，平车吃掉马，再次将军帅6平5，接下来再次平车底线将军，帅5平4，退车绝杀无解，反而快人一步。在很多时候残局我们是有杀要先看杀，能够快速拿下的话，就不要太耽搁时间，防止事情发生更多的变化。好了，棋友们，今天的这个弃马快速攻杀的局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说大家觉得还不错，欢迎评论区点赞，来个666，非常感谢。各位棋友，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10讲。今天这局展现了一个计中计。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黑方进卒，红方出车，黑方也出车，进车过河压制，黑方上马，此时红方冲兵，黑方左马盘河，红方马8进7来应对，黑方车1进1，快速起横车将来能够出动子力稍微快一点。接下来红方冲兵意在打通中路，黑方进卒回马踩车，红方平车跟住马，黑方进卒吃掉。我们继续延续前面视频内容的变化。红方进兵，此时黑方先吃为快，红方进兵吃掉卒，先手将军，黑方称士补后中路。接下来退车吃马，此时黑方平车占据6条线。那么我们继续延续红方兵5平4将军，他还有第3个走法。这里将军的话，黑方飞象。那么当然呢，在评论区有棋友们在这里提出一个疑问，黑方为什么没有走平炮呢？这里反来一手将军岂不是很好？那如果说你这样走的话，红方称士，接下来他进兵威胁这个炮的话，将来兵逼近9宫，一路往下冲的话，能够破势破象，可以说对黑方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危险。所以说他比较稳妥的就是在这里选择飞象，将来能够进炮下底，结合前方的先锋小卒实行一个反扑。那么现在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既有马7进5，炮8平9，这2个变化我们前面第8局、第9局已经介绍完毕。今天我们着重看它第3个变化，车9进1，快速起横车。它的目的也是能够车9平4，既能够火力集结，将来形成一个超级铁门栓，同时也有车9平2来牵制住我们的无根车炮。那么接下来黑方的走法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仅此一招，车4进5，赶快把这个车走起来。既实行双向连结，将来也有进炮前来压制对方的子力。那么现在红方的他的普招的话走法都是车9平4，可能大家会认为为什么没有走车9平2呢？这里实际上走这个变化也会还原成后面相应的棋局，因为你这样走的话，黑方平车抓马，那么接下来你这个马也只能回到中路。回到底线的话，进炮打掉了。我们先按棋局棋谱的走法，将来依然是会还原成这个局面。那么首先我们看比较凶猛的就是车9平4，将来一路往下冲。此时黑方平车抓马，红方这个马也是没有好的地方，也是仅此马7退5，
走到这里，接下来红方这个炮还打着黑方这个卒，看起来非常不错啊，一招两用。这个卒显然是要丢掉的，那既然丢掉的话，就要把这个卒啊牺牲到最大化，选择进卒吃车。这步棋的目的就是减弱黑方的进攻，把他这个车调开，使得双车不能同线。那么红方也只好选择吃掉。此时吃完之后，接下来红方进炮。这步棋的目的，平炮到中路，实行一炮正五子。同时，红方这个窝线马也是黑方想要利用的一个缺陷。接下来红方必然会平车牵制住。这里也是先前为什么没有直接走车9平2，同样会发生这样一个演变。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红方平车，目的把这个车先亮出来，将来摆开之后呢，依然能够平炮。那红方果断发现这里有问题，选择上马。现在有8路炮给他生根，他是不用担心了。此时黑方平炮瞄准底象，他的缺陷就是这个底象有象无处飞。如果马再退回去的话，显然感觉不太妥当。红方选择退车看守象，此时黑方进车先吃掉底象。这一步棋可以说是关键的招法。那么接下来黑方在这里有几个走法，红方还得要注意了。看起来红方目前来说很有攻势车兵包括双车非常的通透。但是黑方一旦退车这里捉炮的话，首先他得逃8路炮。8路炮一逃的话，黑方完全可以进炮打底象，然后把这个中炮拔掉。看起来他这个5路中炮是有根的，象吃着，一旦象被破解掉的话，他的攻势完全被瓦解。所以说红方在这里还不得不注意这个炮。现在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炮的缺陷，它能不能进炮呢？如果说进炮，那么黑方炮7平2，接下来进炮下底的话，势必有一定的危险。当然他这里如果说能不能平炮呢？那这个2路炮又能够下底。所以说红方这个炮在这里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点。那如何进行呢？红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平车过来，简化局势，先化解后顾之忧。黑方果断进炮打掉，红方退车吃掉炮。吃完之后，黑方退车。那么为什么没有直接退车吃兵呢？其实这里也是涉及到一个借桥过河。黑方意在平炮打边兵，目的把这个7路炮甩到1路来，针对他底线残缺事项的话采取进攻，这也是黑方的一个突破点。然而走到这里现在他的子力不好开展，车前进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功劳。比如说你进车抓马的话，回马到底线完全就不用担心。这个阵型目前还比较顽固。然而红方在这里采取进兵，意在破掉事项。黑方平炮打掉兵，红方平兵吃掉象，此时飞象吃掉兵。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目前这个车如果说进车过来抓马的话，实际上也来不及了。因为这里进炮将军进炮再退炮的话，将来这个车杀出来，同时还是有一定的抽。那么在这里他为什么采取一个弃马呢？这里实际上也是想把黑方这个车调离底线。然而黑方在这里并不上当。接下来红方采取了上马，形成一个双车马炮全线出击。那么现在很明显，一旦红方再走到马4进6的话，一马踏3子，既踩车又踩马，同时又踩着中象，那红方是不是这个马非常的有进攻优势呢？这时候黑方就来了一个将计就计，进车捉马。你不是要抓吗？我顺便送你一程。
此时红方啊，照计划进行，踩着车，踩着马，踩着象，感觉很不错啊。那么在这里或许大家有一个疑问，红方跳马的时候，黑方为什么没有进炮底线将军呢？实则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将计就计。为什么没有进炮下底？也是因为单车炮的话形成一个抽的话，目前来说它这个车啊还能够进行防守，你这里并没有什么攻势，启动这个骑路车的话也是为将来进攻做准备。那么好了，接下来关键的招法平车抓马。现在红方会发现，无论马吃象还是马吃马的话，都已经结束战斗了。那现在硬着头皮吃一个吧。此时黑方进炮，这里就是恰到好处，把握了关键时机。这里一进炮将军的话，现在很明显，如果说称势的话，进车一将军，退势平车，然后形成双车错杀法。当然在这里啊，棋局走法选择了退车防守。那么好了，进车砍士将军只能率武进一，此时进车啊绝杀无解。可以说这一步跳马的话，看起来来势汹汹，反而被黑方反利用，快速出子啊，形成到达前方阵营。然而红方此时发现中了一个小小的计谋。好了，棋友们，今天这一局的变化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左马盘和第7局。可以说今天这局啊，有2步招法突破了天际。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同样也是延续前面视频的变化。红方进车过河，黑一方上马形成双正马。此时红方进兵，黑一方上马，这就形成左马盘和的基本阵型。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8进7，此时黑方车1进1，形成了将来车1平6，或者说车1平7，火力集结。接下来红方他的走法非常的明确，兵5进1的话打通中路。此时黑一方挑起战端进卒，红方如果说这里吃掉的话，那么回马踩着车，当然不能这样走。车2平4抓着马，黑一方进卒吃掉，寻求交换。红方继续发展中路的优势，此时黑一方炮8平5，既守护补后中路，同时将来反击。红方进兵吃掉。当然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退车吃马，其实这一个走法又会还原到前面3局的变化。吃完之后黑一方上马吃掉兵，这个棋局之下，现在轮到红方行棋，红方有先手的主动权。那么前面我们有提到，红方目前来说有3个走法，平车吃马、退车吃马，以及马3退5，还有比较积极的走法车9进1。前面3局可以说红方在这里应对得当，还是能够形成和棋，稍微疏忽的话就只能落入后手。本局我们看它最后一个不但积极，而且比较稳重的走法，退车先吃马吃掉一个。那你吃完一个，黑一方也进卒吃马先吃一个，吃完之后，现在红方这个局面之下又有3个走法。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黑一方这个阵型的话，现在黑一方这个中路马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那么红方就围绕着这个马采取了相应的手段，它有炮8进4打马，还有车4进1吃马，当然还有简化局势的进炮打掉炮，然后再来一个后手吃马。我们分别来看第一个变化，进炮打马，现在黑方如何巧妙解围呢？那这里可以说守的话子力被牵制，肯定是不划算。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绝地反击，进炮先打掉。因为你最为厉害的话就是这个中路炮形成牵制。那么现在就交给红方2个抉择，是飞象吃掉炮还是平炮打掉马呢？首先我们看最为直观的就是飞象吃掉炮，那么你这里一吃的话，车1平5守住马。可能大家会认为常规思维的话，车在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得当，
随时担心呢红方有平炮。但是这里我们既有炮2平5，形成一个拦截反击之势，同时红方这个炮已经走到偏门，不用担心他抢夺中路。那这样的话，即便是现在你想吃马的话，车4平5形成一个双抢的话，黑方可以回马。那么好了，这个局面之下，车要不要对调呢？如果说红方直接进车对调的话，我们称是吃掉这个小卒将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平卒或者说进卒都能是破掉他的士象。当然在这里还有炮2平5的先手棋。那现在红方如果说这个车不对的话，闪开，比如，那么我们依然是炮2平5将军，你现在称是还是飞象，还是说上马补后中路呢？这时候我们都可以抽刀断水。比如说称是，我们平车抓炮。那现在的话，既活通了自己的车路，同时也是松开马腿，将来马6 G4形成拐角马，双车非常的通透。可以说局面继续发展的话，红方目前来说已经丢失了先手，黑方既有中炮的加持，前方又有先锋小卒，可以说黑方能够稳住局势。由此可见，红方飞象吃炮的话容易落入后手，那么它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炮打掉马，打完之后黑方炮5退2，形成空头的优势。接下来红方是进车抓炮呢，还是车9进1呢？实际上这两个走法相差无异，但是进车抓炮的话反而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你进车抓不抓炮的话，黑方都有炮2进4，你现在还不敢平车抽，如果说平车将军抽的话，那这里称是将来无论你抽哪个车都没有办法缓解我们平炮重炮杀棋。所以说在这里他还不得不回防跟住尾炮，黑方退炮，那么好了，这个车相对而言退回去了，同时黑方多走了一步棋，所以说在这里反而帮助黑方。好，我们看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在这里抢先车9进1，目的车9平4的话，借助空头炮的优势，双车夺底势就会有杀棋。那么在这里看起来好像黑方很危险，实际上黑方依然是炮2进4，故技重施。现在你平车站内的话，你是来不及的话，必须得防守一步。红方退车抓炮，黑方炮5退1，此时红方车9平4。那么好了，看起来现在进车砍士就是杀棋换做我们常规思维可能说走到这里就已经感觉到压力山大。比如说象7进9的话，先防守一步，实际上这样走的话会容易落入后手。那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这里就体现了我们审局夺势，这里有一招突破天际的思维。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看看你能不能想到呢？可以说一旦走出这一个神之一手的话，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我们就话不多说，车1平6，看起来这步棋非常的不可思议，常规思维很难想得到。这里是虎口陷车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如果说进车吃，平炮杀棋。那么好了，现在他也不敢吃我们的这个车，他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走法，车4进1，目的依然是跟住这个炮，同时形成霸王车。那现在又给黑方设置一个小陷阱，看起来黑方很容易重炮将军。我们在这里不妨演变一下，比如说重炮将军的话，红方只有平车砍掉炮，当你进车吃掉车的时候，正在你高兴的时候，红方退炮打掉炮，这里来一个将军，无论你飞象还是称士，他都有平车把车给抽掉。那现在这个车一旦抽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红方是车马炮3子，黑方是单车卒，黑方把自己给玩死了。所以说这步棋相当的重要，我们继续把这里摆回来，看看黑方到底该如何巧妙行棋呢？那么在这里先前平车过来虎口陷车可以说是一步好棋。那么接下来这里还有更加绝妙的车8进8，
可能大家会想到，先前能够想到这一步棋就已经很不错了。那车八进八又走出这样一招了，那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那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平车吃炮的话，那显然我们进车吃车，红方得不偿失。那现在他要么进车吃，要么平车吃，这几个走法我们都不妨看一下。显然不敢前车吃，重炮有杀。那比如说车四平二吃掉的话，黑一方进车吃，那现在他就会发现有问题了。既有平炮、重炮杀棋，同时还有炮打炮。你即便是帅五进一的话，既拦住了自己这个车，那将来小卒啊能够兵临城下，这个炮迟早会被收拾掉。反而局势之下，黑方是车双炮，还有一个小卒，红方是车单马，显然红方容易落入败局。所以说在这里哪一个车啊，红方他都不敢吃，他也只能另谋他策。那现在他又是比较好的走法，车四进三，依然是保留霸王车，同时还有平车砍炮这样一棋。那先前我们说了，平炮的话显然是这个败招。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黑方可以说这一步棋啊是非常的眼光独到，抓准时机来了一个过门战术，平炮打底象。借助空头炮的优势，进炮打象，同时这个车啊是封锁下二线。现在他是撑不起来，有象无处飞，老帅呀也不能动。一旦炮打底象的话，就能够形成十字炮的杀棋。即便是你现在平车砍炮，我进车吃车，也是一个简单的交换。比如说这样走的话，先手进炮打象将军，然后再次吃车，双车同时有底炮，红方只能投降。那么好了，他化解这个危机的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炮五平三跟住，你打的话，他打回去能够把底线守住。接下来黑方简化局势，进车吃掉，红方也进车吃掉。走到这里，黑方炮五退三，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加有力度的打出去，将来能够飞象，依然是保留着进炮打底象这样杀棋。现在炮不敢动，车又不好动，随时要防止我们这里有中路炮。他比较好走的就只能选择上马。接下来黑方平车抓马，这个马退回去不太合适，前进的话上马吃卒，容易被进车捉双。红方退车砍守住，走到这里，黑一方选择进卒，依然保留了进炮打象的先手。那这里同时还有新的一层含义，就是卒七平六，再卒六平五的话，形成了平定贯杀棋。这个中路空头炮始终对红方形成了火力上的压制。所以说在这里啊，这两个走法可以说非常的突破我们的思维。棋友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还不错，欢迎点赞支持一下。我们返回到先前棋局，在这个局面之下，那现在红方还有第二个走法，进车抓马。黑方这个马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被红方中炮拉扯住走不开。那现在怎么办呢？想保留实力，仅此炮二进一，先守住。此时看起来红方有进兵以及马七进六，其实这两个走法都是能够容易落入后手，因为黑方可以主动出击。那在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前面两局已经做过充分说明，红方不占任何便宜。那么接下来红方走法选择主动出击跟你交换，进炮打掉，黑方飞象吃掉，吃完之后接下来平炮打掉卒，把这个小卒的优势先给消灭掉。接下来黑方上马，这里炮打着车，马踩着马，退车回来防守，此时上马踩掉。好了，平车一吃，相信棋友们走到这里就会发现，棋局之下黑方再次进车，也是为了防止平炮中路将军将来这个炮容易被牵制。那这里走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现在双方都是双车炮，兵卒一样势向全，继续发展，双方也是很容易形成和局。在这里红方还有第三个走法，先手进炮打掉炮，主动寻求交换。
当黑方飞象吃掉的时候，他再次平炮打掉卒，夺得一个小小的优势。那么走到这里，黑方稍微要注意一下，红方既有平车抓马，同时将来还有炮3平5的话，反架当头炮。当你称势的时候，这个车啊就过不来。所以说黑方这里来了一个先手，先平车抓一步炮，先把这个车走出来。那么红方顺势啊炮3平5，形成中路牵制。走到这里，将来还有进车抓马，或者说平车抓马。黑方未雨绸缪，提前炮2退一，防止他来这么一手棋，将来有炮2平5。那么接下来红方抢先平车，现在显然是前车后炮的话，这里势必要在这里夺子。你进车看，无论是进哪个车啊，他都是进炮打掉，然后啊再次将着军。显然黑方会丢子，那么黑方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呢？可能这一步棋啊不太容易想到。看守不住平炮的话，他依然是用炮打。那这里就走了一个马5进7，借助飞龙在天看守。现在如果说你平车吃马想抽车的话，我们正好飞象把车给吃掉。即便是你有空头炮的优势，但是双车一炮随时有反架当头炮，并不可怕。那红方在这里不能吃马的话，选择先手进车吃象将军。此时黑方平炮，先塞住，你现在车走不开呀，没办法抽。那现在红方这个车还在黑方这个巷口里面，逃车势在必然。他要么车5退2，要么车5退4，这2个变化实则啊很容易落入后手。首先我们看车5退2，这是最为眼光招。黑方上马的话，这里踩着车卧槽就有很大的攻势，同时挂角就是杀棋，显然这步棋不可取。所以说在这里红方他比较稳妥的就是车5退4。那现在黑方正好借助红方这个车啊走不开，进车捉车来一个顿挫。你现在车闪开的话，我平车可以过来压马，同时还能上马。他没有办法，车9进1，因为有马看守住，就先不动。快速起车的话，目的守住下2线，防止黑方这个相位马前可攻，退可守。此时黑方简化局势，平车吃掉，红方上马吃掉。吃完之后再来个马7进8，暗藏挂角以及卧槽这样的棋。但是这个棋局继续发展下去红方他可以主动进炮打掉炮，寻求一个交换。一旦交换完毕之后，现在大家就会发现双方都是车马，而且兵种齐全，不多兵不多卒，容易形成和局。好了，棋友们，今天这局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